广钦老和尚曾言，修行就像煮豆子，若火候不对，终究煮不熟；修行亦然，若习惯不改，纵然功课再多，也是徒劳无功。世人往往以为修行就是吃斋念佛诵经持戒，却不知真正的修行从来不只是外在的功夫，而是内心的转化。广钦老和尚慈悲开示，改掉一条不善的习惯，胜过10年吃斋放下1分执着，胜过100世持戒。修行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形式上的功课，而在于觉察自己的习性，进而转化它。习惯的刻刀，善刻莲花，恶刻荆棘。常识论提到，习性如刻刀，日日镌刻心田。广钦老和尚对此深有见解，他说，每个人的习惯就像一把刻刀，天天在心上雕刻，善的习惯刻出莲花，恶的习惯刻出荆棘。许多人疑惑，我每日吃斋念佛，为何仍烦恼重重？我持戒多年，为何仍不得自在？佛陀曾言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。真正的修行并非停留于外在的形式，而是觉察内心，转化习气。习惯如种子，内心如田地，种下善的种子，则开出智慧的莲花；种下执着的种子，则长出无尽的烦恼荆棘。佛陀的教诲，执着于果报，终难得自在。相传，佛陀在舍卫国时，有一位富翁虔诚信佛，每日焚香念经布施，然而他的家业却日渐衰落，内心焦虑不安。他求见佛陀，诉说自己的困惑：世尊，我如此精进修行，为何福报不显现？佛陀慈悲地问道：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？富翁答道：为了得善报，来时不堕恶道。佛陀微笑道：若汝心存执着，修行变成交易，你不是在修行，而是在做买卖。富翁闻言，顿时如梦初醒，他意识到自己并非真正修行，而是执着于福报的果实。他从此改变心态，不再追求功德果报，而是专注于内心的修炼。渐渐的，他的生活也变得自在，家业亦得以复兴。执着如藤蔓，日日缠绕心灵。广钦老和尚常用藤蔓来比喻执着，他说，执着如藤蔓，日日缠绕心灵，若能割断这执着的藤蔓，一念清净，胜过100年修行。曾有一位女子，因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，苦恼数月，难以释怀。她请教老和尚：师父，我该如何解脱？老和尚微笑道：执着他人评价的人，就像随风飘荡的树叶，无法安住。若能放下对评价的执着，心自然风平浪静。女子听后恍然大悟，从此她不再在意旁人闲言，发现生活轻松了许多。争论的意义，放下才是真修行。曾有2位僧人为了寺中所事争论不休。广钦老和尚问：你们争论的目的是什么？一位僧人答道：我要证明我是对的。老和尚微笑道：若你连自己的观点都放不下，又如何度人？2位僧人顿时惭愧，明白了修行的真谛，放下自我，才能得自在。花开有时，不执着于结果，专注当下。一位商人经营生意多年，拼尽全力，却始终不见起色。他来到广钦老和尚坐下，诉说自己的困境。老和尚带他来到寺院的花园，指着一株含苞待放的莲花，说：花开花谢，自有因缘，种花人只需专注于浇水施肥，花开自是水到渠成。商人顿悟，自己太过执着于成果，而忘了专注于当下的努力。从那天起，他不再患得患失，而是踏实经营，反而事业日渐兴旺。放下执着，才能得大自在。广钦老和尚教导，修行如同种田，习惯如种子，种下觉察的种子，便能收获清净的智慧；种下执着的种子，只会收获无尽的烦恼。人生如河流，执着如石头，握得越紧，越容易沉沦。只有放下，才能随波自在，抵达平静与智慧的彼岸。你愿意从觉察自己的执着开始吗？当你愿意放下心底最微小的习惯时，你便已经踏上了解脱之路。
愿我们都能如广钦老和尚所言，放下一分执着，胜过百世持戒，改变一个习惯，便能重塑整个生命。善明比丘在修行中发现，尽管他放下了对财富名誉的追求，内心依然不安。他向佛陀请教，佛陀告诉他，放下执着不是远离，而是放下对世界的执念。真正的解脱来自于内心的觉醒，而非外在的放弃。改变习惯，修行的关键。南隐禅师接待一位教授，一边倒茶一边聊，茶水一出，教授问为何不停止。南隐禅师答，你的心中已满，禅法无法进入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心若充满固有的观念，便难以接受新的智慧。放下执念，方能获得真正的启示。广钦老和尚曾说，真正的修行始于觉察，每天睡前回顾一日所行，觉察心中烦恼的根源是否来自执着。觉察是改变习惯的起点，习惯的改变如同拔出心中的荆棘，虽缓慢，却是真正的治本之道。专注当下，修行的真谛。一位中年人因事业不顺来到寺院求助，老和尚带他到花园，指着满园的花说，花开花谢，非人力所能控制，种花人只需专注浇水施肥，花开是自然之事。居士顿悟，原来他苦苦执着于事业的成果，却忘了专注于每一个当下的过程。从此他开始不再过度担忧未来的结果，而是专注于眼前的每一步。修行不在寺院深山，而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间。一念觉察胜过无数表面功课。从最小的习惯入手，从每一次烦恼出现的瞬间开始觉察。当你因别人的一句闲言而不安，问自己为何执着于他人的评价；当你因一次失败而沮丧，问自己为何执着于眼前的得失；当你固执于自己的见解而与他人争执，问自己为何如此执着于自己的想法。觉察时改变习惯的起点，习惯的改变便如拔出心中的荆棘，一点一滴，虽缓慢，却是真正的治本之道。广钦老和尚还教导我们，人心如田，习惯如种子，种善因则结莲花，种执着便生荆棘。我们种下了什么，未来的生命就会收获什么。老和尚说，真正的修行从觉察自己开始，从转化习惯着手。你不必急着放下全部执着，只需从一个最小的执着开始，比如一次别人不友善的话语，一个你在意的评价，一点日常琐事的成败得失。曾经有位富商，每天诵经，却遇事就发怒。老和尚教他练习觉察。有一天，他与妻子争吵时突然停下来，觉察到自己发怒的根本，原来只是执着于自己的面子。他苦笑一下，一瞬间怒气消散了。当你尝试放下，你会突然发现心灵变得宽阔了，生命不再是处处纠缠不清的藤蔓，而是一条敞开的道路。觉察越深入，执着越淡薄，生命才真正开始升华。广钦老和尚常告诫弟子随缘而行，放下执着。随缘不是消极，而是彻底明了生活的因缘本质。一位企业家曾说，他这一生最受益的一句话是老和尚对他说的随缘二字。以前他总拼命追求财富和成功，后来他开始随缘，反而人生更顺遂了。当你每夜回顾一天所为，细细觉察，便能渐渐看清自己烦恼的来源，执着的所在。有一位年轻人曾在职场遭遇一次沉重打击，他以为自己再也无法翻身，便来到寺庙诉苦。老和尚微笑着问他，你执着的是工作，还是你内心的面子？年轻人愣住了，这句话如一道闪电，瞬间照亮了他的内心。从此他开始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每当执着升起，他便提醒自己，又是执着在作祟了。慢慢的，他的心越来越安静，事业也慢慢步上正轨。其实每个人都曾执着于某些事物，这些执着便是我们内心的习惯。习惯如溪流，日夜冲刷着岩石如刻刀，日日镌刻我们的心田。而你所播种的，就是你的收获。种下觉察的种子，就会收获清明的智慧；种下执着的种子，则只能收获无尽烦恼。佛法并非遥不可及，它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就在我们每一个念头之间。
广清老和尚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，真正的修行不在寺院深山，而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间。一念觉察胜过无数表面功课。老和尚给我们提出了切实的方法，从最小的习惯入手，从每一次烦恼出现的瞬间开始觉察。当你因别人的一句闲言而不安，问自己，我为何执着于他人的评价？当你因一次失败而沮丧，问自己，我为何执着于眼前的得失？当你固执于自己的见解而与他人争执，问自己，我为何如此执着于我的想法？觉察是改变习惯的起点，习惯的改变便如拔出心中的荆棘，一点一滴，虽缓慢，却是真正的治本之道。广清老和尚还教导我们，人心如田，习惯如种子，种善因则结莲花，种执着便生荆棘。我们种下了什么，未来的生命就会收获什么。倘若执着之心未变，哪怕吃斋100年，诵经1000万遍，也不过是在沙地上建高楼，终究经不起风吹雨打。但只要你愿意从最小的习惯开始转变，慢慢拔出执着的根系，生命就会开始焕发崭新的光彩。人生如同一条河流，执着便是河中的石头，你越抓得紧，就越容易沉没于烦恼之海。只有放下执着，才能漂浮自在，随波逐流，抵达平静与智慧的彼岸。真正的功德从来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，而是在无知无求中自然显现。你的一念放下，即是100年功德；你的觉察一念，即是永恒的觉醒。现在你愿意从觉察自己的执着开始吗？当你愿意放下心底那最微小的习惯时，你便已经踏上了一条解脱之路。愿你我都能如广钦老和尚所说，放下1分执着，胜过100世持戒。改变一个习惯，便能重塑整个生命。真正的修行就在于改变内心的习惯，觉察自己，放下执着。你每放下一次，便种下一朵智慧的莲花，生命从此不同。谢谢你的聆听，加入我们，通过点赞与关注我们的平台，佛教智慧、古韵佛学与当代禅意交融的空间，探索更多宁静心灵的篇章，澄净心灵，为您的日常旅程洒下智慧之光。